林婉，不就是用你的照片网恋个富二代骗了几十万吗？你至于这么小气吗？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借你点光怎么了？咱们关系这么好，你肯定不会介意的，对不对？室友竟偷用我的照片和富二代学长网恋了半年，甚至还用我的脸骗了他几十万。直到开学典礼那天，学长捧着99朵玫瑰站在女生宿舍楼下。谢言辞，你听我解释。婉婉，我不是故意用你照片的，我只是太自卑了。你长得那么漂亮，肯定不会介意的，对不对？我当然介意，毕竟用我的脸谈恋爱和用我的身份证贷款性质也没差多少。婉婉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从小到大都很自卑。你不知道被人忽视是什么感觉。你长得漂亮，成绩又好，老师喜欢你，同学也喜欢你，可是我什么都没有。偷照片确实不对，但他看起来也挺可怜的。对啊，室友之间没必要闹这么难看吧？而且那个学长不是也没损失什么吗？谈恋爱不就是看感觉？那你愿意把照片给他，让他再网恋一个吗？我又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被偷照片的人不是你，所以你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婉婉，我们住在一起1年了，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。我承认我错了，可你能不能不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难堪？你用我照片和别人网恋的时候，没想过我会不会难堪？你收别人礼物和转账的时候，没想过我会不会难堪？现在事情败露了，你开始在意难堪了。所以，照片不是你。言辞，我可以解释的。我问你，照片是不是你的？不是。视频为什么一直不开？我说过，我摄像头坏了。语音为什么总是在晚上熄灯以后？因为我白天要上课。朋友圈那些自拍呢？他当然说不出口了，因为那些朋友圈自拍全是我的。我真的没有不想见你，只是我最近状态不好，不想让你看到我憔悴的样子。照片？那当然是我呀，你不是说最喜欢我眼尾那颗小痣吗？你别总给我转钱了，我真的不好意思。不过我最近确实想换电脑，原来的电脑跑项目总是卡。那我先收下，等以后我赚钱了再还你。这里面装着我攒了3个月兼职工资才买的2手电脑，风扇一开，声音大得吓人。但江棉嘴里那台跑项目总是卡的电脑，是他刚买2个月的最新款。这是江年的小号，朋友圈的照片竟全都是偷的我的。但我知道愤怒是最没用的东西，愤怒换不来学费，也换不来县城到 A 市的车票。别在最生气的时候吵架，要在证据最全的时候动手。所以我忍了半个月，忍到今天谢燕慈出现在楼下，忍到江棉自己把事情闹到所有人面前。也挺好，省了我一个个解释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半个月前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认识你吗？他用我的照片骗你，是你们之间的感情纠纷。他偷我的照片，是我和他之间的肖像权纠纷。我和你不熟，没有义务第一时间通知你防诈骗。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被骗了半年，还是被一个连视频都不敢开的人骗。对，是我和燕慈之间的事。婉婉，你既然早就知道，为什么非要等到今天才说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就是想看我在这么多人面前出丑，对不对？江棉，你偷我照片的时候不觉得自己丑，骗他钱的时候不觉得自己丑，现在被发现了，倒觉得自己出丑了。林婉，江棉确实做错了，可他已经道歉了，大家都是室友，你有必要这样咄咄逼人吗？如果我偷你的照片，和校外40岁离异带2娃的男人网恋半年，再让他拿着玫瑰来学校找你，你也会觉得一句道歉就够了吗？别人的痛苦轮到自己身上才知道疼，所以别劝我大度，我怕我大度起来把你们都送进去。你想怎么处理？这得看你损失了多少。转账27.8万，礼物另算。那我建议你报警。不行，燕慈，你不能报警，那些钱不是我主动要的，是你自己给我的，而且我也是真的喜欢你啊。你用别人的照片和身份跟我谈喜欢，我只是怕你看不上真正的我太喜欢你了，我才会一时糊涂。婉婉，你帮我解释一下好不好？你不是最会说话了吗？我们是室友啊，你真的要看我被毁掉吗？他这条手链我在购物平台见过，某个奢侈品牌的7夕限定款，某红书上代购价3.2万，而他上个月还在寝室里哭穷，说家里不给生活费，问我能不能借他800块，我当时没借，他为此阴阳怪气了我3天。现在想想，幸好当初没借。我这个人虽然爱钱，但不爱当冤大头。江棉，
你别求我，你应该求法律。最后报警电话没有当场打出去，辅导员赶来了。所有当事人跟我去办公室。林婉，你满意了吗？还行。江明都哭成这样了，你还说还行？不然呢？他哭了，所以我就该原谅。那我现在也哭一个。你能把他偷我的照片都删了吗？偷用同学照片和别人交往，这件事性质很严重。老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只是一时糊涂。我可以给林婉道歉，也可以把朋友圈都删掉，但是能不能不要报警？我家里条件不好，如果留下案底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家里条件不好，这句话我听得太熟了。我家里条件也不好，不好到高考结束那个暑假，我一天打3份工，早上5点去早餐店端盘子，中午去培训机构发传单，晚上去夜市帮人卖衣服。最热的时候，我中暑倒在路边，醒来第一反应不是害怕，是庆幸手机没丢，因为手机里有我刚收到的2400块工资。可我家里条件不好，所以我就能冒用别人的照片谋取不当利益吗？不能。穷不是免罪金牌，自卑也不是。林婉，你的诉求是什么？第一，他公开道歉，承认偷用我的照片。公开道歉不行。第二，删除所有盗用照片，并且写保证书，之后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我的个人信息和影像资料。第三，至于他和谢燕慈之间的经济纠纷，由谢燕慈本人决定是否报警或起诉。合理。老师，公开道歉真的不行，大家都会知道的。你偷照片的时候，不是已经让大家都看过我的脸了吗？钱我会让律师处理。燕慈，别这么叫我。林婉，有事？他看起来比刚才更冷静，也更贵。从衣服到手表，从谈吐到姿态，都带着一种长期优渥生活养成的从容。这种从容，我曾经很羡慕，因为我没有。从小到大，每一步我都走得很用力，用力读书，用力赚钱，用力讨好老师，用力抓住每一个往上爬的机会。今天的事，抱歉。你跟我道什么歉？他用你的照片骗我，是因为我没有核实清楚。你被骗是你的问题，他偷我是他的问题。你的道歉我不收。没别的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谢学长，我今天已经处理够多麻烦了。你是不是有一个创业项目叫青芒助学？他怎么知道？青芒助学是我准备了1整年的项目，针对县城和乡镇高中中的信息差问题，做低成本志愿填报、竞赛资讯和学习资源整合平台。项目不算特别新，但我从高3开始就一直在记录县城学生获取信息的真实困境。数据、访谈、出版模型、商业计划书，我打磨了很久。今年学院创业赛，我就是准备用这个项目冲名额，冲到省赛的话，可以拿保研加分。更重要的是，学校创业孵化基地今年会给前3名提供启动资金和办公场地，那是我最想要的东西。你怎么知道？江明跟我提过。他怎么提的？他说那是他正在做的项目。是吗？那不是他的项目。不是，是我的。果然，最近云盘登录设备里多了一台陌生电脑。登录时间是3天前凌晨2点17分。那个时间我在床上睡觉，江眠的床帘里却亮着光。我当时以为他在追剧，现在看来是在偷偷拷贝资料。创业计划书的原文件创建时间是去年11月，最近一次异常下载在3天前。同一时间，我的竞赛资料文件夹也被访问过。很好，偷照片只是开始，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。截图备份，给云盘客服发邮件，申请调取更详细的登录 IP 和设备信息。哟，大英雄回来了！阴阳怪气有用的话，江眠就不用还钱了。婉婉，我知道你现在讨厌我，但项目的事儿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什么项目？对啊，什么项目？我是说照片的事。江眠，你紧张什么？现在知道怕了，但还不够。偷照片最多让他丢脸，骗钱谢燕慈会处理，可偷我的项目，想抢我的名额，这件事不能只靠哭结束。我要他在最想赢的时候输得彻彻底底。因为个人自卑心理，我未经室友林婉允许使用了他的部分照片，给他造成了困扰。在此向林婉郑重道歉，也希望大家不要过度关注，给我们一点私人空间。不是部分，是17张。
不是造成困扰，是侵犯肖像权；不是个人自卑心理，是持续半年盗用我的照片与他人建立恋爱关系，并产生大额经济往来。请修改。林婉，你非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吗？我只是帮他提高道歉质量。我知道他在恨我，但我不在乎。恨我的人多了，我爸妈也恨我，恨我不听话，恨我不肯把奖学金打回家给弟弟买电脑，恨我逢年过节只寄东西不寄钱。可恨有什么用？他们恨我，也只能在电话里骂。我照样拿奖学金，照样读 A 大，照样往前走。下午，我去学院办公室交创业赛报名材料。青芒助学，对。可是这个项目昨天已经有人交过了。谁？江绵。果然，他比我想象中还急。你们这个项目名称和方向都很像，按规定，重复度太高的项目不能同时参赛。要不你们内部协商一下，他交的材料可以撤回吗？本人申请的话可以，如果涉嫌抄袭呢？那就要提交证据，由学院创业赛审核组判断。好，那我提交证据。林婉，我们谈谈。谈什么？我去打水，我去洗澡。创业赛的项目你让给我。你说什么？青芒助学你让给我。江绵，你是不是哭太多，把脑子里的水也哭出来了？你已经害我够惨了。谢言辞要让律师找我，学校也知道我偷照片的事了。如果创业赛我再出问题，我就真的完了。可你不一样，你成绩好，老师喜欢你，你以后还有很多机会。但我只有这一次了。所以呢，因为你惨，所以我就该把我的项目让给你。因为我成绩好，所以我活该失去机会。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咄咄逼人？我只是想给自己争取一次机会，有错吗？争取机会没有错，偷别人的机会才有错。青芒助学你让给我。你录音？不然呢？你都偷到我头上了，还指望我跟你讲世人情？创业赛初审会在3天后，这3天江绵没有再找我，但学校论坛上突然多了一个匿名帖子。帖子里没有点名，但每一句都指向我。楼主说他有个室友，从入学开始就仗着自己长得漂亮，处处抢风头，抢奖学金，抢老师关注，抢比赛名额，现在甚至连别人的男朋友和创业项目都要抢。那个室友家里穷，所以特别拜金，专门盯着有钱男人下手。有些人表面励志，实际上骨子里又脏又贪。A 大还有这种人，漂亮穷女捞男呗，现实里太多了。如果说的是最近宿舍楼下玫瑰那件事，那我好像知道是谁。我也知道，女主角姓林。林婉，这是不是你逼江绵逼得太狠了？你觉得是江绵发的？我没这么说。没事，我录音了。这个帖子写得很聪明，他没有直接说我偷项目，只是暗示；没有直接说我勾引谢燕姿，也只是暗示。因为发帖的人知道，造谣如果说得太实，很容易被追责。但他又不够聪明，因为他忘了匿名不等于无痕。能查到发帖设备痕迹吗？论坛后台不一定能碰，但可以先做证据保全。要查源头，建议走学院网信办。你要打官司？看他值不值得。你还是这么现实。现实不好吗？现实至少能保护我，不像自卑，只会让江绵觉得全世界都欠他。林婉，你现在撤回举报还来得及。为什么要撤？闹到评委老师面前，对你也不好看。别人会觉得你为了一个项目，连舍友都不放过。江绵，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？我不是为了一个项目不放过你，我是为了我的项目不放过小偷。青芒助学项目组，2位都进来吧。他真的很爱哭，也真的很会挑时间哭。你们2个提交的项目高度相似，现在林婉同学提出抄袭申诉，我们今天主要核实项目归属。老师，我没有抄袭，青芒助学这个想法我从大一就有了，因为我也是小地方考出来的学生，我很懂那种信息差带来的痛苦。我知道林婉也很优秀，
但不能因为他成绩比我好，大家就天然认为项目一定是他的。这话说得很聪明，先把自己放在弱者位置，再暗示老师偏心我。果然，有位老师皱了皱眉。林婉同学，你的证据呢？我的证据分4部分：第一，项目原始文档创建时间；第二，项目调研记录和原始访谈音频；第三，我云盘异常登录和下载记录；第四，江棉同学要求我转让项目的录音，每一份都有明确的创建时间和修改时间。这县城学生信息差救命手册是我大一刚入学时写下的东西。有天在图书馆，我听见2个本地同学聊天，他们说高考志愿填报时，家里请了2万8的规划师，规划师帮他们分析专业前景、院校梯度、城市资源，还会提醒哪些竞赛和夏令营对保研有用。我坐在旁边，手里捏着饭卡，突然想起我高考结束那年，我爸妈忙着给我弟找初中补课班，没人关心我报什么学校。村里唯一一个上过大学的堂哥告诉我，女孩子别跑太远，报个师范稳定。可我不想稳定，我翻了3天3夜资料，蹭网吧电脑，拿旧作业本算分数线，最后压着线进了 A 大。来学校以后我才知道，有些人的路从高一开始就有人帮忙铺，而有些人连路在哪里都要自己摸。所以我写下了这个想法，不是为了显得我多高尚，我只是太清楚信息值多少钱，也太清楚如果能把它做起来，它会成为我往上爬的第一块砖。县城高中生不知道强基计划和综评的比例，乡镇学生获取竞赛信息滞后，常常知道时已经过了报名时间。志愿填报最大问题不是不会选，而是不知道有哪些选项。这些都是你自己写的？是。第2个文件夹里面是24段访谈音频。我当时不知道那个专业要学物理，我以为名字里带管理就是文科，后来开学才发现根本听不懂。如果有人早点告诉我就好了。这些访谈大部分是我寒假回老家时做的，有录音，有授权截图，也有整理稿。江棉同学如果说这个项目是他从大一就有的想法，我想请他展示一下原始记录。我之前的记录没有保存好。没关系，那你可以说说你访谈过哪些人吗？我没有像你这么正式的访谈，这个想法是我平时观察出来的。观察谁？观察空气吗？注意措辞。有人偷我东西的时候没注意体面，我拿回东西的时候倒要讲礼貌了。今年3月26日，我把项目定位从助学公益平台改成县域升学信息服务平台，因为我发现纯公益很难持续，如果项目不能自己养活自己，最后就只能靠情怀烧钱。情怀这个东西很贵，我烧不起。这个调整是对的。做教育类项目，最怕把公益和商业混在一起说不清。你能这么早意识到可持续性，说明不是临时拼出来的方案。谢谢老师。可这些也不能证明我抄你，很多想法本来就会撞。大家都是小地方考出来的学生，有相似经历很正常，是吗？这是我的云盘账号登录记录。3天前凌晨2点17分，有一台陌生设备登录了我的账号。随后，青芒助学完整项目文件夹被下载，那也不能证明是我，所以我向云盘客服申请了更详细的设备信息。那台设备的型号、系统版本以及大致 IP 所在网络是在 A 大女生宿舍6栋。女生宿舍6栋那么多人，你凭什么说是我？这是你朋友圈，终于拥有自己的第一台小宝贝啦，以后要陪我一起努力呀。你电脑桌面右下角露出的设备名和客服邮件里的设备名一模一样，现在能证明了吗？这只是巧合。江棉，你知道吗？人最狼狈的时候是证据已经贴到脸上了，还非要嘴硬。青芒助学，你让给我，你已经害我够惨了。如果创业赛我再出问题，我就真的完了。可你不一样，你成绩好，老师喜欢你，你以后还有很多机会。不是这样的，老师，我那天只是太害怕了，我不是承认抄袭，我只是想求他放过我。他故意套我的话，他录音，他从一开始就想害我。证据已经很清楚了，这个项目的原始归属应当属于林婉同学。江棉同学，你提交的材料与林婉同学项目高度重合，并且存在不当获取他人项目文件的嫌疑，学院会取消你本次创业赛参赛资格。后续是否涉及违纪处分，需要进一步调查。老师，不能这样。江棉只是一时糊涂，他已经因为照片的事儿受了很大打击，现在又取消比赛资格，他会受不了的。周雅，你这么心疼他，要不把你的保研名额让给他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保研名额。所以你看，你没有的东西劝我让起来就很大方，你有的东西我还没开口你就急了。林婉，你装什么清高？你不就是仗着自己长得漂亮吗？
如果不是因为你这张脸，谢言辞会帮你说话，老师会向着你，所有人会相信你。江绵，难道不是吗？你从入学开始就这样，老师喜欢你，男生喜欢你，就连兼职老板都愿意多给你排班，凭什么？就凭你长得漂亮。你知道我多讨厌你吗？我明明也很努力，可只要你站在那里，大家就都只看得见你。我用你几张照片怎么了？你已经拥有那么多了，借我一点光不行吗？你觉得我拥有很多，难道不是吗？是，我拥有一张还不错的脸，拥有全专业第1的成绩，拥有奖学金，拥有这个我熬了无数个晚上做出来的项目，这些我都拥有。可江绵，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你给我的，所以我凭什么借给你？继续，你这个项目后期打算怎么落地？先做县域高中信息服务小程序，不碰志愿填报决策，只做信息整合和风险提示。前期宁愿信息少，也不能乱。县城学生试错成本太高，我们错一条信息，对一些家庭来说，可能就是几年的积蓄和一个孩子的前途。这不是漂亮话，因为我就是那个差点被错误信息耽误的孩子。项目归属暂定为你，江绵那边学院会继续调查，你先准备后续复赛。谢谢老师。你一直这么冷静，你觉得我刚才应该哭？我只是觉得你好像很擅长把愤怒变成证据。穷人家的孩子都擅长这个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哭是最没用的。谢学长，如果你真的觉得抱歉，可以做一件更实际的事。什么？你们创业社不是有预孵化资源吗？帮我约一个路演名额。你倒是不客气。客气换不来资源。那你不怕我觉得你功利？你家里那么有钱，应该从小知道资源的重要性，怎么长大了反而开始装不懂？行，我帮你约。谢谢。但我有个条件。违反规定、违背原则的事都不行。只是想让你请我吃顿饭。食堂2楼可以吗？这么抠？我穷。你刚拿回一个很有潜力的项目。潜力不能刷校园卡。行，食堂2楼。江冕被取消参赛资格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学院，论坛上那个匿名帖也被管理员删除。但删除之前，我已经做了完整证据保全，并且把链接、截图、录屏和周雅那句“是不是你逼江冕逼得太狠了”的录音一起交给了辅导员。林婉，你做事一直这么周全吗？被人欺负多了就周全了。学院会处理，但是这件事牵扯到论坛舆论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。我当然可以等，我最不缺的就是耐心，也不会因为谁哭就心软。我可以等。林婉，有事？这个给你。什么？江绵之前借过我的电脑，他说他电脑坏了，想登一下微信。后来我发现他好像拷过东西，但我不敢问。这里面是我电脑里的操作记录，还有他插过的那个移动硬盘痕迹。为什么现在给我？因为我之前也觉得你太咄咄逼人了，但是今天听说他项目也是偷你的，我觉得如果我再装不知道，我也挺恶心的。谢谢。对不起啊，之前他们说你坏话的时候，我没有帮你说话。没事，我不喜欢强求别人帮我，但你现在愿意补证据，我收。你真的很现实，谢谢夸奖。周五下午3点，创业社预孵化路演，投资人和学校创业导师都会来。收到。食堂2楼什么时候请？等我拿到资源。过河拆桥。桥还没过完。你真是一点亏都不吃。吃过，所以现在不吃了。路演机会来之不易，我必须抓住，因为我知道我正在靠一点点硬抠把机会从缝里抠出来。你多久没睡？没数。路演结束去休息。先拿资源。身体不要了。谢学长，
你知道对穷人来说最奢侈的东西是什么吗？是机会。身体可以之后养，机会错过了不一定再有。无糖，谢谢。这次不用还，为什么？算我投资。谢学长，你们富二代投资都这么小气吗？那看你今天表现。表现好呢？追加。成交。教育信息服务赛道并不好做，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能跑出来？因为我不是站在岸上看水的人，我就是从水里游上来的。我知道县城学的真正需要什么，也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太贵、太漂亮、华而不实的东西。青芒助学不承诺改变命运，只降低试错成本。江绵同学，你已经被取消本次创业赛资格，不能进入路演现场。林婉，你敢不敢告诉大家，你接近谢燕姿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江绵，出去！老师，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真相。林婉根本没有她表现的那么励志，她就是一个为了往上爬什么都能利用的人。她接近谢燕慈是因为谢燕慈能给她资源，她根本不是什么受害者，她比谁都功利。对，我接近谢燕慈是因为她能给我资源。你们听见了吗？你们听见了吗？她承认了。我承认什么了？承认我需要资源，承认我想要投资，承认我希望通过合法合规渠道把我的项目做起来。请问在座各位创业者，今天坐在这里是为了做慈善，还是为了找资源？江绵，你总喜欢把资源2个字说得很脏，可你偷我的照片是为了接近资源，你偷我的项目是为了拿到资源，你匿名造谣是为了毁掉我获得资源的资格。我和你最大的区别，不是我不功利，是我功利的光明正大。我想要什么，我自己上台争，而你想要什么，只会偷。我喜欢钱，喜欢资源，喜欢所有能让我往上爬的东西，但我不偷也不骗。你装的比谁都清高，偷的却比谁都顺手。江绵，江雅，再扰乱路演秩序，一并处理。不好意思，耽误大家时间，我们继续。林婉同学，你心理素质不错。谢谢老师。主要是穷人家的孩子，崩溃也要排队。终于，青芒助学拿到了预孵化名额，还有一笔10万元的种子资金。10万元对谢燕慈这种人来说，可能就是一块表、一顿饭，但对我来说，是我项目从纸面落到现实的第一口氧气。真好，又往前走了一步。恭喜。谢谢。食堂2楼。谢学长，你刚刚坐在台下，看见我拿了10万种子资金，所以请你吃食堂3楼。我是不是该觉得荣幸？是，我一般不请人吃3楼。你刚才说接近我是为了资源，是真话？是。怎么，受伤了？有点。那你现在远离我还来得及。林婉，你对所有人都这么坦白吗？分人，你比较有钱，承受能力应该强一点。那我还得谢谢你看得起我。不客气。我不讨厌你要资源，我讨厌的是别人骗我。你从一开始就把目的摆在明面上，这很好。他确实很容易让人心动，也难怪江棉会冒着那么大风险偷我的照片去接近他。有钱、好看、聪明，还不喜欢装道德圣人。但心动归心动，饭卡余额归饭卡余额。走吧，今天我请客。余额够吗？你自己付。江棉的处分下来是1周后，学院通报写得很官方，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照片，不当获取并使用他人项目资料，在校园论坛发布不实信息，造成恶劣影响，给予记过处分，取消本学年评奖评庸资格，责令公开道歉。谢燕慈那边也走了法律程序，具体怎么处理我没有多问，那是他们之间的事。孩子不懂事，20几万我们家还不起啊！学校不能毁了一个农村女孩的前途啊！要不要接受调解？调解什么？他妈妈想让你出一份谅解说明。老师，我也是农村女孩，我的前途被偷的时候，怎么没人怕我被毁？我不谅解，
他家还不还得起钱是他和谢燕慈的问题，但他偷我的照片、偷我的项目、造我的谣，这3件事我一件都不谅解。我明白了，林婉，你真的一点都不愧疚吗？我愧疚什么？如果你当初私下跟我说，事情根本不会变成这样。如果你没有录音，没有举报，没有在那么多人面前逼我，我不会被处分，也不会欠那么多钱。你到现在都只承认自己的委屈，不承认自己伤害过别人。江绵，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你总觉得别人不放过你，可从头到尾最不放过你的人是你自己。拿照片的是你，骗人的是你，抢项目的是你，造谣的也是你。我只是把你做过的事摆到阳光底下。你太冷血了。冷血挺好的，至少不会为了别人的眼泪把自己的前途让出去。青芒助学进入预化以后，我忙得脚不沾地，有时候一天只睡4个小时。谢燕慈偶尔会来，带一些我看不懂但一看就很贵的人脉资源，我每次都收得很坦然，毕竟资源不用过期作废。只是每次收完，我都会认真记账，哪天见了谁，对方提供了什么建议，后续需要回馈什么。你连我都记？当然，为什么？防止欠太多还不起。你觉得我帮你是为了让你还？不然呢？林婉，我不是在跟你做生意，可我现在没有和你谈感情的资本。感情需要什么资本？谢燕慈，你问这句话的时候，真的很像一个从小没缺过钱的人。你可以今天喜欢我，明天不喜欢我，可以心血来潮帮我，也可以心灰意冷收回一切。但我的项目不能跟着你的情绪起落，所以你给我的每一份资源，我都要算清楚，算得清才还得起，还得起我才敢收。那你慢慢算，算不清也没关系，我不催债。随便你。林婉，又干嘛？你耳朵红了。办公室太热。男人果然影响效率，尤其是长得好看的男人。如果江面没有偷项目，如果他愿意好好加入团队，也许本可以站在合照里。但这世上没有如果，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，走错了就要认。恭喜林总。谢谢，谢投资人。投资意向书，金额100万。谢燕慈，你冷静一点。怎么，不想要？想，但你先把投资条款发我，我要找律师看。你就不怕我伤心？投资不规范，亲人两行泪。我还不是你亲人，所以更要规范。林婉，你真的很会破坏气氛。谢谢，天赋。条款我让律师发你。另外，晚上有空吗？干嘛？请你吃饭，庆祝林总拿奖。我请。你请。地方我挑。你挑。能打包吗？能。那有空。3个月前，江绵用我的脸骗了27万8，3个月后，我用自己的项目拿到了100万投资意向。江绵总说我命好，可我从来没等过好运从天上掉下来，我一直是自己伸手去抢。放心，我请。那我不放心了。为什么？免费的东西最贵。林婉，你是不是很怕欠别人？是，高3那年去市里参加模拟考，报名费和车费一共180，父母不肯给，最后是班主任替我垫了钱。班主任当年没让我还，但后来我考上 A 大，拿到第1笔奖学金，第一件事就是回学校把钱塞回去，因为我知道，有些善意如果不还，就会变成自己心里永远低人一等的证明。我不想低人一等。别用那种眼神看我。哪种？像在心疼什么流浪猫。我只是觉得，你可以不用一直这么紧绷。人和人不一样，你松手，身后有人接；我松手，下面就是坑。那如果我接呢？我承认我有一瞬间心动，那也要先签合同。林婉，你是不是对浪漫过敏？可能是，毕竟浪漫不能抵税。林婉，如果我现在追你，你会答应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
因为我现在很忙，忙项目，忙赚钱。我不耽误你赚钱。男人都会这么说。那你什么时候不忙？等我账户余额后面多2个零。那我可以帮忙。你别想用钱贿赂我谈恋爱。那用什么？排队。完了，男人开始影响我情绪了。原以为江眠的事到这里结束，没想到小程序内测第3天，后台突然涌进大量异常注册和恶意攻击。捞女项目，靠男人拿投资还装创业，这种人也配做助学？别让农村女孩学他拜金。说我拜金，我并不意外，但这些人连指责都要披着别让农村女孩学坏的外衣，仿佛农村女孩就该一辈子清贫、老实、忍让。但凡想多要一点钱，多拿一点资源，多往上爬一点，就是坏了。对方有组织，舆论已经扩散了。我曾经有个室友，他靠偷走别人的人生上岸。林婉嫉妒我温柔善良，故意接近谢燕慈，破坏我们的感情，又靠谢燕慈的资源抢走青芒数学。我知道我们斗不过有钱人，也斗不过漂亮又会算计的人，但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。林婉，你还笑得出来？写得挺好啊，比他创业计划书写得好。你这心理素质，不创业可惜了。保存证据，转发给辅导员和学院负责老师。你那边那个案子进展怎么样？怎么了？江眠发的。不确定，但风格很像。我让律师处理。等等，怎么？别急着删。你又想做什么？他不是想要公道自在人心吗？那就让人心看全一点。回应：第一，江眠偷用我17张照片的截图和道歉声明；第二，谢燕慈转账记录里经律师处理后可以公开的部分金额证明；第三，学院关于青芒助学项目归属的初步认定和江眠处分通报；第四，路演现场的完整录音。很多人喜欢看弱者哭，因为哭声很容易让人产生正义感，但弱不等于对，穷不等于善良，自卑不等于可以偷别人的脸、钱和前途。我也穷过，也自卑过，也在很多个夜里觉得命运不公平，可我没有偷。我想要钱就去兼职比赛、创业，我想要资源，会自己去路演谈判递计划书，我想往上爬，也承认自己功利，但功利不是罪，偷才是。证据这么全，谁知道是不是提前设计好的？建议江眠下次拿别人东西前，也提前设计一下。我靠，偷照片网恋半年，这还洗？27.8万，这不是恋爱脑，是法制秃吧？说女主抢项目的，能不能看看处分通报啊？弱者不是免死金牌，支持女主。承认自己功利，但不偷不骗，这姐我喜欢。你太冷血了，一点情面都不留。哼，你这种女人，以后就算有钱，也不会有人真心爱。他们说我以后不会有人真心爱。他们说了不算，你说了算。我可以报名参与投票。谢燕慈，你现在很不值钱。追人就是这样的。完蛋，更影响效率了。第二天，我被学院叫去谈话。林同学，我求求你，你放过我们面面吧。他还小，不懂事儿，他就是一时糊涂。林同学不原谅绵绵，我就不起。江眠偷我照片的时候没人跪，偷我项目的时候没人跪，造我谣的时候也没人跪，现在事情压回他自己身上，他妈妈跪了，于是问题又变成了我的错。阿姨，如果今天是我拿了江眠的照片，收了别人20几万，又占了他的项目，害他差点失去比赛名额，您会劝他原谅我吗？您不用跪我，您跪我只会让我更看不起江眠。你自己做错事，却让你妈妈跪在这里替你求情。江眠，你到底是自卑还是自私？林婉，你非要这么羞辱我吗？羞辱你的人不是我，是你让你妈妈跪下的那一刻，你自己。老师，我的态度不变，不谅解，不撤证据，不接受私下道歉。如果他们继续造谣，我会起诉。
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辅导员怕出事，给我发了消息。你现在业务范围这么广？追人要有服务意识，难受吗？有点。因为他妈妈。因为我发现有些人真的很擅长把自己的债变成别人的良心负担。你没有错。我知道，但知道自己没错，不代表不会恶心。想摸就摸，一次50。那先欠着。谢燕慈，你越来越抠了。没办法，追你成本太高，要学会精打细算。几天后，江绵办完退学手续离开学校，不是被开除，是他自己走。江绵离开的时候，周雅去送他，两个人在宿舍楼下哭了很久。周雅后来回寝室，看我的眼神还是充满敌意，她大概仍然觉得是我毁了江绵。我不在乎，人总要给自己的愚蠢找个发泄口。如果他非要把我当反派，那也随便，反正反派不用负责哄他开心。青芒助学的发展比我想象中更快，100万投资到账后，我们扩了团队。小程序正式上线第1个月，注册用户破了1万，其中大部分来自县城高中和低线城市家长群。这是青芒助学赚到的第1笔钱，不是奖学金，不是补贴，不是投资，是用户真正为我们的服务付的钱。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自己，那个蹲在网吧角落花2块钱1小时查志愿资料的女孩。如果那时候有人告诉我，很多年后我会做一个平台，帮和我一样的人少走一点弯路，我大概不会信。第一单，李总牛逼，明天必须加鸡腿。加，预算每人不超过15。资本家，林总你真的抠，15块能加什么鸡腿？你不睡觉？刚看见群消息。你什么时候混进我们团队群的？投资人进群，合理。你最好只是投资人。暂时是。第1笔收入，开心吗？开心。林婉，恭喜。谢谢。现在账户余额后面多2个0了吗？多了。那我排到哪儿了？谢燕慈，你真的很会趁火打劫。跟你学的。那你往前挪1位吧。1位？不满意？满意，至少队伍在动。毕业前，青芒助学已经实现了稳定盈利，不多，但足够养活一个小团队，也足够让我在毕业选择上不再那么被动。学校希望我继续读研，投资人希望我全职创业。你想怎么选？都要。读研加创业？会很累。累又不会死。我成功保研，青芒助学也完成了天使轮融资。签约那天，谢燕慈作为投资方代表出席。林总，合作愉快。谢总，合作愉快。这动作短的几乎没人看见。职场行为越界，罚款500。只是勾了一下手心。1000。怎么还涨价啊？顶嘴加倍。没有现金，刷卡可以吗？你是不是蓄谋已久？追你这种人，不蓄谋不行。先抵押。这支笔也不便宜。那你以后注意分寸。如果我不想注意呢？那就排队重新取号。我注意。挺好，男人还是要训练。后来有人问我，江绵的事有没有让我留下阴影？有吧，至少后来我再也不在寝室群里发私人照片，所有重要文件都开了双重验证，电脑离身闭锁屏，项目资料分级授权，团队里每个人都签保密协议。你像一只随时准备打官司的刺猬。谢谢夸奖。江绵后来给我发过一封邮件，他说自己回老家后找了一份普通工作，也终于明白他当初嫉妒我不是因为我拥有太多，而是因为我敢要。邮件最后他向我道歉，这一次他没有哭，没有卖惨，也没有让我原谅，他只是说对不起。收到。不原谅。道歉是他的事，原不原谅是我的事。那你原谅了吗？不恨了，但也不想原谅。不是所有伤害都需要一个大团圆结局，有些人从我的人生里退场，就是最好的结局。青芒助学成立第3年，用户突破了100万，我们搬进了真正的办公楼，不大，但落地窗很亮。忽然想起3年前
江面偷用我的照片和谢言辞网恋。如果不是那场荒唐的闹剧，我和谢言辞大概不会认识，青芒助学也不会那么早拿到资源。当然，我不会感谢江面。苦难和背叛本身没有意义，有意义的是我没有被他们拖下去。林总，想什么？想我当年真是脾气太好了。这还叫脾气好？当然，他偷我照片，我只让他公开道歉；偷我项目，我只让他取消资格；造我谣，我也只是证据反击。换成现在，我会直接让律师函先飞一轮。确实成长了。你这是夸我？不然呢？我以为你会说我越来越冷血。林婉，我一直觉得你冷血的很可爱。谢燕姿，你有病！你看，你现在骂我都不收费了。提醒我了，从今天开始恢复收费。老板娘说了算。谁是老板娘？老板。这还差不多。很多人以为我和谢燕慈的故事是灰姑娘遇见王子，他们错了。灰姑娘需要王子带她离开舞会，我不需要，我自己会买门票，会算路线，会查退票规则，必要的时候我还能把舞会承办方谈成合作客户。我不需要谢燕慈的救赎，她是我往前走时恰好遇见的一个很贵、很好看，也还算有用的人。什么叫还算有用？已经是很高评价了。那我在你心里排第几？我、钱、公司、团队、猫、狗、你。你什么时候养猫狗了？以后会养。所以我还排在未来的猫狗后面。你应该高兴。为什么？至少你上榜了。行，我是你心里最重要的男人。他这个人真的很会自我安慰。要问我爱谢燕慈吗？我不知道，至少现在我愿意让他排队，愿意在很忙的时候抽空和他吃一顿饭，愿意在他靠近时不在第一时间计算亏欠和代价。这大概已经很接近爱了。但如果你问我这是世界上我最爱谁，答案永远不会变。我最爱我自己。我爱钱，爱资源，爱漂亮衣服，爱写着我名字的公司和账户余额。我也爱那些被我亲手抓住的机会。至于男人，锦上添花而已，有很好，没有也不影响我成为自己的锦。